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史。说起美国社会主义，很多人下意识觉得那是苏联空投过来的思想，其实不然，它是土特产，还是那种被生活毒打之后从牙缝里生生挤出来的土特产。I won't keep you all night. You have little enough time of your own. That's right. 8 hours of work, 8 hours of rest, and 8 hours. 1876年的美国正处于镀金时代，这个词儿精准地描述了当时美国的社会现状。外表裹着一层足以晃瞎人眼的真金，内里却是长满铁锈的生铁。大资本家们坐在天鹅绒衬里的马车上，手里摇晃着琥珀色的威士忌。他们在盘算，把工人的工资再压低2分钱，这周就能在自家庄园里多挖一个喷泉。工人们看着老板那根金光闪闪的拐棍，再看看自己那双布满老茧、连一块像样的黑面包都买不起的手，心里就开始冒火。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就是这帮快被憋死的老百姓随手抓起的药方。到了1901年，这个药方内部出了一位叫希尔奎特的小伙。这位老兄是个有想法的人，他觉得原来的药方口感不好，得改。于是他在党内拉走了一票兄弟，去投奔了另一位猛人尤金·德布斯。德布斯这个人的经历堪称那个年代工人的励志样板。他本来是个普通的火车司机，后来因为带头闹停工，被关进了大牢。按理说一般人进监狱是去吃苦头的，德布斯却在里面完成了2次发育。他在监狱里读了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等他走出来的时候，眼神里已经没了机油味，全是坚定的信仰。1901年，希尔奎特与德布斯联手，正式成立了美国社会党。这帮人决定不再只是在厂房里发牢骚，而是要理直气壮地走上讲台，告诉全美国，这个金闪闪的时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到了1919年，大洋彼岸的列宁同志寄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党内部可以说是平地惊雷。信的内容很简单，请大家来莫斯科，咱们一块儿搞个共产国际。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原本是个要不要去大厂面试的职业选择题，结果却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分家产的武斗。为了去不去莫斯科开会，这帮平时管老板叫剥削者的硬汉们，自己现在内部闹了起来。到了1919年9月1日，纽约曼哈顿的一间办公室里，几个从社会党里净身出户的左派聚在一起，成立了美国共产党。这帮人干劲很足，总部就设在繁华的曼哈顿。随后，他们就开始在全美各地的工厂门口发传单，要求给工人们涨工资、减工时。这原本是劳资纠纷，但华盛顿的政客们坐不住了。在他们眼里，这哪是在发传单啊，这分明是在挖自家的地基。于是，一种名为红色恐慌的情绪像流感一样迅速传遍了美国的写字楼和议政厅。当时的司法部长帕尔默是个狠角色，这位老兄觉得对付这些拿传单当武器的工人，最管用的法宝就是深夜敲门。他下令展开了一场代号为帕尔默查抄的运动，在全美各地的深夜里，宪兵和警察像幽灵一样出没，一夜之间就逮捕了4000多名嫌疑人。开始的时候，媒体和中产阶级还挺高兴，大家觉得没有工人天天在门口嚷嚷着停工，连早上的咖啡都喝着更香了。可是好景不长，大家很快发现这种查水表的日子更难过。以前工人来顶多是递张传单，现在司法部的人来那是直接翻箱倒柜，两害相权取其轻，大家一拍大腿，还是帕尔默更混蛋。到了1921年，哈丁总统走马上任。这位总统是个明白人，他看着满大街的抓捕令，淡淡的说了句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事儿。大家说的已经太多了，洗洗睡吧。就这样，第一次红色恐慌在漫天的抓捕令中稀里糊涂的落了幕。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那个名为咆哮的1920年代正式拉开了序幕。美国经济开始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涨。当工人们发现只要老老实实上班，分期付款就能买上福特轿车，餐桌上的黑面包换成了5分熟的牛排时，大家对发传单的热情瞬间就熄灭了。毕竟肚子填饱了，拳头也就自然松开了。这一时期的美国社会主义更像是一场被繁荣浇灭的虚火。时间来到1945年，二战刚打完，华盛顿的老板们还没来得及喝杯里的庆功酒，就发现窗外的风向变了。早些年大家提到红色药方，感觉没什么，可到了1945年，全欧洲看苏联的眼神，简直是在看救世主。法国 IFOP 的一场调查让美国面子碎了一地，57%的人认为苏联对战胜德国功劳最大，美国仅占20%。这对华盛顿而言不仅是丢脸，更是严重的品牌危机。政客们意识到，如果再不给这个药方抹点黑，自家的制度以后可能连个像样的买家都找不到了。更棘手的是，自家的屋檐下也开始冒红烟。由于战时苏联形象正面，不少美国知识分子开始认同其理念。最典型的莫过于卢森堡夫妇，这两口子把核武机密无偿送往苏联，事后 FBI 查了半天，发现人家1分钱工资没领，纯粹是觉得苏联人在战场上拼命的样子太感人，想给革命老区送点高科技土特产。这种源于信仰而非金钱的间谍行为，让 FBI 局长胡佛感到毛骨悚然。彼时，美国的劳工运动也开始不按常理出牌，美共党员人数突破10万，工人们不再只谈论面包，开始谈论权利。为了给这些不安分的工会踩刹车，1947年国会祭出塔夫托哈特莱法案，
法案内容简单粗暴，工会领袖必须签署非共声明，否则取消法律保障。同年，杜鲁门总统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忠诚大考 ，FBI 全员出动，像拿着放大镜在灰尘里找病毒。他们会翻看你大学时代的日记，询问你邻居关于你书架上的藏书，甚至调查你10年前参加过哪场读书会。5年间，1万多名公务员因模糊的疑似渗透理由被开除。在这场全民过筛子的浪潮中，唯一还想讲点逻辑的是当时的联邦公务员委员会委员弗朗西斯·珀金斯。作为罗斯福时代的老臣，看着那堆靠匿名信和邻里告密堆起来的卷宗，感到毛骨悚然。珀金斯在委员会大声疾呼表示，不能因为一个公务员10年前读过某本书，就判定人家脑子生锈了。他极力主张引入司法标准，说白了就是你要判人家有罪，总得拿点证据出来，不能靠猜。然而珀金斯很快发现，他面对的不是法律辩论，而是一种近乎宗教审判的情绪。他那些关于程序正义的呼吁，被政客们嘲笑为老掉牙的卑鄙。事后翻开卷宗，大半是冤假错案。冤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爱因斯坦在黑板上推演的物理算式，被探员们怀疑藏着暗号。奥本海默刚把造好的原子弹交到华盛顿手里，转头就被扔进听证会，就因为他对造杀伤力更大的氢弹皱了皱眉头。卓别林踩着破皮鞋逗笑了全世界，却因为在电影里嘲讽过机器时代的老板，连人带胶片被一脚踢出了美国。老百姓起初一看，连造原子弹的功臣和搞笑的演员都能是间谍，这抓人的名册也太不靠谱了。一口气抓了这么多人，胡佛的这张大网里也钓到不少大鱼。第一条是当时美国财政部的2把手哈里·怀特，这哥们一手主导了大名鼎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硬是把美元和黄金死死绑在了一起，给美国人搬来了一把统领全球金融的纯金交易。可就是这样一个捏着国家钱袋子的管家，竟然被指控是苏联安插的眼睛。怀特刚在听证会上为自己辩护完，转头就倒在家里没了呼吸，把一肚子秘密永远带进了坟墓。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解密了一份代号为维诺纳的档案，那是美国情报部门多年来截获并破译的苏联密电。在这些发往莫斯科的电报里，频繁出现一个代号叫律师或者理查德的高级线人。情报专家把时间、地点、接触的人员一点点拼凑起来，最后发现这个源源不断把美国财政部的内部文件，甚至把华盛顿谈判底牌递给苏联的人，正是哈里·怀特。第二条大鱼叫阿尔杰西斯，西斯是华盛顿名利场里毫无瑕疵的白月光，哈佛法学院的高材生，谈吐文雅，西装的折痕永远笔挺。当罗斯福裹着厚厚的大衣在海风中同斯大林切分地球版图时，西斯就站在轮椅后头，手里捏着战后世界格局的草案。他甚至还亲自筹备了联合国的成立大会。就是这么一个脑门上写满美国梦的精英，却被一个叫惠特克·钱伯斯的胖子死死咬住。钱伯斯是地下党员，当他在听证会上指控西斯是莫斯科的线人时，整个华盛顿都觉得这是个拙劣的笑话，就连杜鲁门都连连摆手，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认定这是政敌转移视线的把戏。但现实告诉杜鲁门，万事皆有可能。1948年的一个深夜，钱伯斯带着几位调查人员走到自家马里兰州农场的南瓜地里，他扒开一个被掏空的南瓜，从里面掏出几卷微缩胶片，胶片上赫然印着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文件，而敲出这些字符的正是西斯家里那台老式的雷明顿打字机。这就是美国冷战史上鼎鼎大名的南瓜文件。虽然因为过了间谍罪的追诉期，西斯最后只被判了个伪证罪，在牢里蹲了不到44个月，但他的倒台给麦卡锡和那些急于借题发挥的政客们送去了一大桶滚烫的汽油。他们终于有了完美的借口，对着民众呐喊：看看吧，连西斯这种履历光鲜的国务院高官都能是苏联的人，那你身边的邻居、给你理发的师傅、在学校教你孩子的老师，又怎么能让人放心？后来美国爆发出了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在这之后的整整10年里，这5个字变成了一张巨大的铁丝网，罩住了整个灯塔国。像一下那个疯狂的年代，邻居互相防备，电话线里常有诡异的电流声，带锁的信件被人悄悄拆开，连造梦的好莱坞都没能逃过华盛顿的皮鞭。当时的华盛顿政客们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去搞电影圈？因为当时的好莱坞实在是太红了，红得刺眼。把日历往前翻到30年代，美国正经历要命的大萧条，看着资本主义这台破车眼看就要散架，好莱坞那帮靠笔杆子吃饭的编剧和知识分子心里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觉得隔壁苏联那套没准还真是个能修好发动机的扳手。再加上当时希特勒在欧洲耀武扬威，美国共产党打出的旗号是反法西斯和帮工人建立工会，这口号太对胃口了。于是，一大批有理想的好莱坞文化人在下班后的鸡尾酒会上顺理成章地填了入党申请书。等到了2战期间，苏联红军和美国大兵成了在一个战壕里喝伏特加的铁哥们。那时候，在好莱坞替苏联说好话，不仅不犯法，反而是绝对的政治正确。连罗斯福总统都暗示好莱坞的老板们多拍点电影，夸夸咱们的苏联盟友。结果呢，华纳兄弟这样的资本大鳄，乐呵呵地拍出了《出使莫斯科》这种把苏联夸成一朵花的电影。好莱坞的真正主子是米高梅的梅耶，华纳兄弟的杰克·华纳，这帮精明透顶的犹太资本家，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件事：票房。一个左翼编剧如果敢在剧本里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政府，制片人手里的红蓝铅笔立刻就能把这行字划掉。所以那些所谓的红色渗透，顶多也就是编剧在台词里夹带一点私货，比如让男主角痛骂2句贪婪的银行家，或者给受苦的穷人安排一个充满同情的特写镜头。
后来审判好莱坞编剧的听证会现场，政客们抛出了那句冷冰冰的经典台词：“你现在是或者曾经是共产党员吗？”面对这个问题，好莱坞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软了，他们坐在红木椅子上，擦着额头上的汗，开始疯狂报菜名。为了保住自己的豪宅和合同，他们把平时一起喝酒、一起写剧本的哥们儿全供了出去。但有10个人不信这个邪。这10个人里有写出过经典大片的编剧，也有名气响当当的导演。他们没用宪法第5修正案“我有权保持沉默”，而是直接甩出了宪法第1修正案“我有言论和集会自由”。政客们一看，法锤压不住你们是吧？行，给你们扣个蔑视国会的罪名。这时候，真正捅刀子的人出现了，好莱坞的电影大亨们。这帮制片厂老板一看华盛顿动真格的了，吓得赶紧跑到纽约的华尔道夫饭店开了个闭门会。门一开，老板们抛出了一份冰冷的华尔道夫声明，声明就一个意思：我们立马开除这10个人，好莱坞的大门从今天起对他们彻底焊死。这10个硬汉不仅丢了饭碗，还真被送进了联邦监狱，换上了囚服，结结实实的蹲了半年到1年。等他们出狱后，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更冷酷的世界。制片厂的大门紧闭，昔日的朋友假装不认识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只能化名接活。比如达尔顿·特朗博这位才华横溢的编剧，只能躲在便宜汽车旅馆的浴缸里，把打字机架在膝盖上，用假名给烂片写剧本，拿一点微薄的稿费。荒诞的是，才华这东西，黑名单是锁不住的。1956年，奥斯卡颁发最佳故事片奖，获奖编剧叫罗伯特·里奇，全场掌声雷动，却没人上台领奖。因为根本没有罗伯特·里奇这个人，那是特朗博的假名。这层厚厚的坚冰一直冻到1960年才被凿开。当时好莱坞硬汉明星科克·道格拉斯顶着漫天的口水和压力，公开宣布要把他的真名堂堂正正地打在电影银幕上。没过多久，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也大摇大摆地穿过抗议人群，走进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总统这一去，等于给这长达10多年的荒唐闹剧画了个句号。好莱坞的黑名单终于成了一堆废纸。后来历史也给这10名硬汉称为好莱坞10君子。然而美国的这场麦肯锡闹剧实际上就是发不出黄油和面包，就给你发一面星条旗，解决不了工人们干瘪的钱包问题，就拿放大镜给你找个床底下的假想敌。因此美国资本的骚操作已经是轻车熟路，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极度不自信。一个规则的生命力强悍与否，根源在于人民的拥护，而美国的这种不自信恰恰证明他们在害怕。规则就像谈恋爱，安全感从哪来？从对方真心认可和持续付出中来。如果一天到晚查对方手机，怀疑对方变心，靠画大饼来维持关系，那说明这段关系本身已经病得不轻了。